为什么你不敢给花浇水啊？为什么你一浇水你就怕它烂根儿啊？这个花的状态养不好，迟迟状态上不来。今天咱们辩证的讲一下浇水这点事儿。那么首先咱们来说啊，植物怕水吗？植物要是怕水的话啊，为什么水培植物啊，它在水里泡着它也能活啊？为什么水培植物会死、会烂根儿啊、会发臭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水里边啊，它含有大量的溶解氧，水的含氧量下去了以后啊，这个植物啊根系它活不了，它才会死。如果你往里边扔个氧气泵或者勤换水啊，这个植物很少会死。那么这个水培和土培，它的道理其实是相通的，是吧？你把花盆浸在盆里，嘟嘟嘟冒泡，这个冒泡是什么？大量的空气啊，里边含有大量的氧气成分。植物在根系不缺氧的时候，它不怕水。咱们室内养花配了一个好的土壤啊，你淋完水以后，你再放进去，它还是嘟嘟嘟的冒泡，是吧？这就证明了什么？水和空气同时存在在这个土里边，植物根系能呼吸能喘气儿啊。咱们自然而然的要保证土的一个湿润，让这个花的根系啊，它想喝水的时候，它有足够的水分；它想喘气儿的时候啊，里边含有大量的氧气，这时候植物是没有问题的。同时浇水的时候，咱们配合光照啊，你那边光照好，你一定要比这边遮阴的浇的要勤。你晴天浇水和阴天下雨浇水，咱们要区分开对待，是吧？水分沥干以后，你再泡进去，一样的啊，它含有大量的空气。这个就是咱们种沙沙或土配置的一个标准状态。那么咱们不敢浇水的啊，要换个角度去想啊，你不要考虑土里边它含水量多少啊，你要考虑到这个空气能不能进入到土壤当中，这个是决定性的、至关重要的，是吧？花盆里边永远存在两种东西，一个就是水，一个就是空气。水多了，空气自然而然就少了；水少了，空气自然而然就多了，是吧？首先，咱们要让空气进去啊，不断的教你们浅埋浅种，茎干不要埋得过深。室内养花，咱们甚至都可以把盆面露出来一点根系，对植物来说无所谓。那么第二点就是咱们一定要让什么水充分的排出去啊！你从选择花盆上，直盆底部垫陶粒儿，你塑料盆过大种小花，你也垫陶粒儿啊，让水分尽快的什么从底部排出去。你从配土来讲啊，之前讲过配土都是告诉你们什么，要有保水的物质，要有助于排水的颗粒物，这些一切的一切，它并不是说对植物啊它有多好，它主要是利于人啊，利于咱们去浇水方便，增加土壤的容错率。那么就是说这个土比较湿，咱们浇水它有没有问题？它也没有问题，就像咱们泡盆一样啊，土湿刚浇完刚浇透，它一样嘟嘟嘟冒泡，它一样还有一些空气啊，这时候植物能够呼吸能喘气儿啊。当你盆土埋的过深啊，很多人喜欢埋的比较深，埋到茎干位置啊。当你土质过细，是吧？你瓷盆加田园土，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土壤缺氧的一个状态。所以说这种配土，咱们很难去把这个花养好啊。很多人说我控水我不浇水，错误的啊。其实你浇一次，把土完全浇透以后啊，至少它3天5天之内，这个根系它都是无氧呼吸的，它吸收不了水分，它也吸收不了养分。这时候根系它是不向外生长的。如果这种厌氧环境下啊，咱们土壤当中的有害微生物，包括土壤当中咱们施加的一些化肥，你比如说铁或者是锰啊，这些肥料的残留啊，在土壤当中它形成一个厌氧的状态啊，它氧化还原毒害植物的根系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？土壤板结的一个问题，咱们总浇水从上往下浇，土壤不断向下堆积，导致土壤当中结构失衡啊，它存储空气的这个空气啊，这个土只能存水，存不了空气，所以说植物会闷啊，土壤会缺氧。所以说我总会去推荐你们用一些微生物有机肥，提前撒在盆面，咱们去预防一下板结啊，预防一下土壤缺氧的一个问题，同时刺激根儿生长，这个植物活得嗷嗷，而并不是说这个花我要养死了啊，老师要怎么救啊？你除了换土别无他法，就是做手术，风险还是比较高。闷根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土壤缺氧的一个重要因素，所以说咱们换一个辩证的思维去考虑啊，包括你种花的时候，你要去考虑这个土能不能进去空气啊，你不要考虑水多水少，你要考虑什么？你要考虑空气含量的多少。你用纯活塞石去种花啊，你一天浇200遍它都没有事儿。另外啊，就是咱们说植物啊，你叶片、茎干能储存水分的，比如多肉，比如说仙人掌，比如说发财树这些，它有存储水分的能力啊。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去干什么？偏旱点去养。重要的是什么？你浇完水以后啊，
这个土里边的空气啊，它通过气压它能进去就 OK 了。什么是真正养花人的经验？就是告诉你真正去预防这些问题啊。换个思维，咱们尝试调整一下浇水，一定会有收获。影响咱们给花浇水的3个重要的细节条件，看看你中了几条。第一条，盆土的这个贴合度，这2盆根系为啥相差这么大？这个嗷嗷长，这个开始腐烂了。这棵长得好的，这个花盆和土壤的这个贴合度比较好，花在花盆里不晃。这个快要腐烂的，看见这儿没？盆和花盆之间有缝隙，那么这样就让这个根系啊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当中，先干瘪，然后咱们浇水以后它开始腐烂。其实这种控根盆的实际的设计原理，它就是这样，让这个根系啊从这个边里长出来，暴露在空气当中，然后这个根就停止生长了，达到它控根的目的。所以一旦这个盆和土之间有缝隙，那么这个根系好不了。咱们要去检查，发现你家花盆和土之间有缝隙，马上给它填上。咱们可以用筷子，给边上往里扎一扎就 OK。那第二个就是土壤太虚，那土虚一般都是换盆的操作，土填的不实。咱们在浇定根水的时候啊，土它会下沉很多，或者是浇出来一个空洞来，其实都是土填的不实造成的。就像上面第1条说的，根系它不能和土壤接触，它还是暴露在空气当中形成空根，后期腐烂。所以咱们换土的时候啊，咱们要拍拍盆壁啊，也可以用筷子咱们轻微的扎一扎新土，这样根系它才能顺利的往新土里边长。第3个就是这个土壤埋的过深，一般实体店换盆或者是老人种花喜欢埋的比较深啊，怕这个树倒了。这样的这个根系就像夹心饼干一样，它夹在了盆土里边最不爱干的中心位置。根系长时间待在这个不透气的一个空间，它不舒服。根系不舒服咋办？那就死呗。所以不管换土还是栽种，咱们浅埋浅种，原土球啊给它露出来。咱们家里种植比较深的表面的土，这回是往下拿一拿，浇水咱们往原土球去浇。以上3点你注意好，那才能保证咱们浇水的有效性，水能浇透。否则的话，你很大程度上浇水是无效的，你咋学浇水其实没有用的。你这个土再湿，植物它也是这个呈现缺水掉叶的一个表现，就是你浇水没浇透。你别忘了点赞关注啊。那很多人说我光也给了，我水也给了，我肥也给了，这个花怎么回事？它就不好好长呢？植物出现黄叶，叶片下垂，叶片无光泽，掉叶不长芽。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很多人对浇水还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误区。那么就像当前这个季节啊，很多人会下意识的去给什么植物增加一些光啊。那么增加光照了以后，那么会发现叶片出现问题啊，出现黄化，叶片暗淡无光泽啊，叶片角度出现下垂。那么这个就是咱们的大脑瓜子里啊，只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线盒，是吧？你增加光照的时候，你水没有补足，在你家室内封闭南阳台的一个环境，它的小的一个环境，它属于什么？干热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不管是盆土温度还是叶片温度，它都会形成一个上升的趋势。那么叶片增生量变大啊，这个土温变高，水分急剧的一个丧失的一个可能性比较大。这个就像人一样啊，温度升高的咔咔咔一顿出汗，是吧？我喝水，我不能和冬天喝水一样多，出汗多，我的喝水量就大。那么这个时候植物也一样啊，它的需水量变强了。它变强以后，咱们要适当的调整植物的一个浇水的一个周期，咱们尽量的给这个周期适当的缩短一点。这个时候咱们配合一些营养液兑水去浇根儿，那么这个新芽长得会相对来说会快一些啊，叶片它也不会出现这个下垂呀、黄叶无光泽、掉叶这些什么缺水的一个症状啊。很多人都说我土不干呐，并不是说这个土要完全干了植物才缺水，是吧？我嘴唇也不干呐，需要喝水吗？是吧？喝水也不是说必须等嘴唇变干了咱们才需要补水。植物也一样啊，植物也一样，整体温度光照升高的时候，咱们浇水要调节缩短浇水周期，因为天越来越热了啊，这样才能把植物养一个好的一个状态。那咱们举一反三的来讲，那么就是说光照过强，叶片植物表现出现一些晒伤的一个情况，咱们拿到离阳光比较远的一个位置啊，也可以什么适当的缩短浇水周期。有些时候你问别人啊，说我这植物缺光了，你去补光，但是你浇水没调整，
植物反而怎么样更不好了。你就感觉哎，这净瞎白话啊，其实不是啊，光水一定要协调。我给你讲这个，你要有一个概念啊，然后咱们慢慢的进行一个调整尝试，你会发现你家的花状态会好非常多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